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老年之音，希望大家都过得愉快。感谢您的订阅和忍耐，我们每天都陪伴您。阿芳已经40多岁了，她如今非常理解父母的担忧，但她还是觉得非常苦恼，因为父母还是会经常因为她的事情唠叨。阿芳并不是因为唠叨烦，毕竟还能有父母的唠叨，是一种幸福。她主要是不忍心看父母60、70岁还要为自己的事情操心。父母身体每况日下，医生和阿芳说的最多的就是让你父母少操心，少想一些事。尤其是以下4件事，过了60岁，尤其是70岁之后的老人，如果不想，会比锻炼身体还长寿健康。具体是哪4件事呢？年龄增长的烦恼。人都不可避免生老病死，当时间一点点推移，年龄也会随之增长。年龄的增长带来的不仅是皮肤上面的衰老，更多的是身体机能的衰退。对于年龄增长，人们最害怕的不是身体表面的变化，而是身体机能带来的各项能力下降。比如老年人视力和听力都会面临下降，体力也会衰退。慢慢的老人会返璞归真，行为也会返老还童。但老人与儿童不一样的是，老人心智也比较成熟，当面对自己身体上的一系列变化时，老年人是有所察觉的，但又无能为力。这才让老人比儿童多了一把辛酸泪。除了身体机能下降之外，老年人还会面临很多种疾病，这也让老人会非常担心。有一些慢性病会长期侵害老人的身体和心理，会让老人有随时失去生命的负担。为了能够多陪陪子女家人，老年人会非常重视养生。不过养生不仅要把注意力放在运动和饮食上，更要放在老人的心理和情绪变化上。因为身体上的衰老会影响心理健康，而心理健康会让老人对生活无力，甚至很多老人的去世都与心态和情绪有一定关系。所以60岁后的老人要注意，别想以下4件事，否则就会让自己更加悲观，情绪也会更加焦虑，甚至还会影响到自己，没有办法更好的运动养生。因此老人要切记，不要再劳心伤神，不要再想那么许多的身外之事。不想4件事。第1件事是不要去想悲伤难过的事。人在越长大之后，越应该明白，悲伤只是暂时的，如果我们总是去想它，它才会驻足在回忆当中，无法消散。如果我们放过这些悲伤的事，反而整个人的心境会更加开阔，行为也会更加自由。如果经常去想悲伤的事，情绪会不好，会造成身体上的多处郁结，寿命也会因此受到影响。所以我们要学会忘记那些痛苦难过的事，放下那些不开心，不要作茧自缚。第2件事是不要想寿命。人在老了之后，就会希望自己能够多活几年，希望自己能够长寿。然而在越希望一件事的时候，就越容易走弯路。有很多人想要长寿，就会去买一些保健品，但很多保健品都是商家的噱头，不仅没什么用，还会让寿命受到影响。还有人会去看一些关于寿命的帖子，有些帖子会写出平均寿命，这还会让很多老人感到焦虑，从而给自己的人生设限。如果总想自己的年龄，就会总觉得自己在慢慢变老。如果不想年龄，不想长寿，反而会因为心态年轻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。第3件事是不要想子女的事。这对很多老人来说很难做到，因为大部分为人父母的一生都在为子女操心。在退休之后，更有大把的时间参与子女的生活。只不过这个时候的子女已经长大成人，甚至有了自己的家庭，他们有独立自主考虑事情的能力，老人已经不需要再对子女无微不至的关心。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方式，有些担心是非常多余的。有些老人甚至因为担心子女家庭当中的琐碎，还得了心病。这样一来，耗费精力也不利于健康，倒不如秉承着儿孙自有儿孙福的想法，既不会让子女烦恼，也不会让自己思绪过多。第4件事就是不要想自己得疾病。有很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，都会选择对号入座，但年轻人比较想得开，而老人不容易。所以老人不要往自己身上套一些疾病，有时间应该多去体检，而不是担心自己身患老年病。并不是老年病就是老年人一定会得的疾病。只要不想这4件事，老年人身体就会比锻炼还要长寿。那么锻炼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有必要的吗？需要锻炼吗？有人觉得老人就应该锻炼，否则身体就会不健康。但也有人认为老人就应该静养。实际上这些说法都有道理，我们需要结合实际去看。老人骨骼会出现老化等问题，这就不能够过度锻炼，要在自己能够承担的情况下，做一些适合老年的运动，像是打太极等等。如果过度锻炼，反而会造成身体上的损伤。老年人应该多出去做一些娱乐活动，这样可以分散一些注意力。老年人还可以培养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。养生是一门科学，但是科学也有解释不了的事情。有人说喝酒伤身体，可也有天天喝酒活到99的。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，也有吸了一辈子烟长寿的人。有人说锻炼身体好，也有健康达人活不到40岁去世了。有人说养生能长寿，也有养生大师活不到60岁的。还有人说有钱可以保命，也有身价几个亿买不到身体健康早早去世的人。养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，这个学问在不经意间，在顺其自然里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。我认为养生先养心好，心好身体才会好。养一颗善心，一颗良心，一颗热心，一颗不争不抢的心，一颗不攀不比不嫉妒的心，一颗远离是非的心，一颗孝心，一颗真心实意的心，一颗诚心。心是立身之本。其次是养性，养一种柔情似水的博爱性，包容万物，不争不抢，不卑不亢，清澈柔和，随方救援，却隐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，不屈不挠，勇往直前，守规守矩，所到之处留一片翠绿，留一片花香，留一片丰收的希望。再养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，简单日子简单过，跟着太阳作息，随着季节吃喝，五谷杂粮养生，粗茶淡饭吃饱，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心安理得，只求平安快乐。分外之事不想，分内之事尽量，做人留余地，小事不计较，大事不糊涂，与时俱进，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，接受新鲜事物，不认死理，不钻牛角尖，得绕人处且绕人，养成一种谦逊和蔼、幽默风趣的性格。养心是长寿之本，养性是长寿之源，剩下的是听天由命，顺其自然，刻意的是莫为，违心的是不做，守法、守规、守信、守人、守义，想不长寿都难。有人为了养生，把保健品当成灵丹妙药，倾其所有精力与财富，为养生而养生，好多美食不敢吃，好多喜欢的事情不敢做，活得小心谨慎，战战兢兢。我不觉得这样好，在吃喝方面，清规戒律不必太多，人是杂食动物，爱吃的食物就吃点，爱喝的酒就少喝点，不过量就好，只要记得住，美食不可禁用，病从口入，病从气的就好。吃五谷杂粮，吃瓜果蔬菜，那样都可以养生，就是千万别吃气。对于生气的事，能躲开尽量躲开，
能避开一定避开，乐子可以找，活也可以找着做，气不可以找着生。锻炼身体也是一样，不必为了运动而运动。有的人为了锻炼身体，天天风雨无阻地跑步、跳广场舞，觉得只有这样才算锻炼了身体。其实做点家务，干点农活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一样锻炼身体。劳动不只是光荣，还有收获，能获得快乐，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，心情格外愉悦。60岁是人生黄金时段，70岁夕阳无限好，80岁之前别把自己当老人看，只要能动会动，就告诉自己我还可以，不算太老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这是我的养。在您追求身体健康与心灵养生的旅程中，我们不图回报，只期待您的喜欢和分享。有不到之处，希望您能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我会对每个留言回复。我也迫切地希望能与您就任何话题进行交流，让我们一同修身养性，积累福报，心怀感恩，与您同行。